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台中的大甲镇澜宫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妈祖庙之一，每年农历3月，绕境活动都会吸引无数信徒前来祈福，庙宇香火鼎盛，热闹非凡。但在这些繁华背后，却流传着一则鲜为人知的灵异传闻——午夜的钟声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传说，在绕境活动前的某些夜晚，庙内的大钟会在无人敲打的情况下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听到钟声的人，据说会在梦中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，仿佛有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在向他们诉说着什么。主角阿贤是镇澜宫的庙主，今年负责绕境前的夜间值班。虽然他在庙里工作多年，但对于这则钟声传闻，他一直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。不过是信徒们的无稽之谈吧，他常这样安慰自己。这天晚上，阿贤独自在庙内巡视，绕境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，庙宇显得格外安静，只有香炉里的檀香袅袅升起，散发出淡淡的香气。他点亮了香案上的烛火，随后拿起手电筒，慢悠悠地走向庙后的钟楼。庙内的气氛一如既往的庄严，却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阴冷。阿贤总觉得今晚的风声有些奇怪，像是低声的呜咽，可能是太累了吧。他自言自语，试图驱散心中的不安。然而当他经过钟楼时，脚步却不自觉地停了下来。午夜的钟楼高大而幽暗，钟摆静静地悬挂着，仿佛沉睡已久的巨兽。阿贤抬头看了看，又摇了摇头，准备转身离开。然而就在他迈出第一步时，咚，清脆而低沉的钟声突然响起，打破了夜晚的寂静。阿贤的心猛地一跳，手电筒的光柱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。他回头望向钟楼，确认自己没有看错，钟摆依旧纹丝不动，四周空无一人。有人在恶作剧吗？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，但回应他的只有风吹动木门的吱呀声。他壮着胆子走进钟楼，地板在他脚下发出微弱的咯吱声。就在他靠近钟的那一刻，他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，湿冷的霉味，夹杂着淡淡的咸腥味，就像海水蒸发后留下的痕迹。阿贤的目光扫过钟楼内部，突然注意到地上有一滩水渍，水迹蜿蜒，仿佛从钟楼深处蔓延而来。他心头一紧，正准备伸手去触碰时，耳边却传来一阵低语般的风声，仿佛有人在轻声说着什么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四处张望，空荡荡的钟楼里除了他自己，什么都没有。阿贤回到香案前，想用点燃的香火驱散内心的不安，然而他发现烛火已经熄灭，香炉里的香灰散落一地，像是被无形的手拨乱了一般。真是见鬼了！他低声咒骂，却不敢再多说什么。他拿出手机，拍了一张钟楼的照片，打算明天问问庙里的老庙主，看是否有人曾遇到类似的怪事。就在他锁屏的瞬间，他的手机屏幕闪了一下，显示出一张模糊的脸。那是一张苍白湿润的脸，眼神空洞，嘴角似乎还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。阿贤愣住了，屏幕恢复正常，什么也没有。他的手心满是冷汗，心中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。他不敢再留在钟楼附近，匆匆回到值班室，却发现墙上的挂钟停在了凌晨3点整。回到值班室的阿贤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，但他发现整个庙宇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。值班室的窗外是漆黑的庙庭，只有几盏昏暗的灯笼微微摇曳，映出摇晃的影子。挂钟依然停在3点，秒针一动不动，仿佛时间在这一刻被冻结。就在这时，钟声再次响起，咚咚咚，这一次钟声更加急促，仿佛在召唤着什么。阿贤猛地站起身，握紧手中的手电筒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决定再去钟楼查看。他打开值班室的门，走进寒冷的夜风中，钟声在空旷的庙宇中回荡，每一声都像敲在他的心上。他的脚步声在石板地上清晰可闻，四周的风声和钟声交织在一起，让人心跳加速。阿贤再次来到钟楼，然而这一次他发现钟楼的门已经敞开，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微微晃动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
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墙壁，投射出一片阴影。突然，他的光柱停在了钟摆上，钟摆竟然在微微摇动。明明没有人碰触，也没有风能够吹动它，谁在那里？阿贤鼓起勇气大喊，但回应他的只有钟楼内空荡荡的回音。他继续向前走，突然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地上的水渍更加明显了，不仅延伸到钟楼的中央，还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图案，像是一只手掌的形状。就在他弯下腰仔细观察时，耳边传来一阵低沉的叹息声，仿佛有人就在他身后。阿贤猛地转过身，手电筒的光柱扫过空无一人的钟楼。然而在光柱扫过的瞬间，他看到了一道模糊的影子，那是一张湿漉漉的脸，紧贴在钟楼的墙壁上，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。阿贤被这一幕吓得后退几步，手中的手电筒掉落在地，光柱剧烈晃动，将钟楼内的阴影拉得更长。他拾起手电筒，慌乱中冲出钟楼，却不小心撞到了庙庭的一尊石狮子。石狮子似乎被撞得轻轻晃动了一下，随即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，仿佛在回应他。阿贤满头冷汗，顾不得多想，快步返回值班室。回到值班室后，他发现桌上的香炉已经被掀翻，香灰散落在地，组成了一行模糊的字迹。带我走。阿贤愣住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拿出手机拍下香灰的字迹，但屏幕上却什么也拍不到，只有一片模糊的黑影。疲惫的阿贤最终在值班室的椅子上睡着了，但他很快陷入了一个诡异的梦境。梦中，他站在漆黑的庙庭中，钟声回荡在四周，耳边传来低语声：带我走，带我走。他循着声音走到钟楼，发现钟楼的门缓缓打开，一道模糊的身影从里面走出来。那是一个浑身湿透的男子，脸色苍白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但他的眼神却空洞无神。男子缓缓抬起手，指向阿贤，嘴里重复着那句话：带我走。阿贤惊醒过来，发现值班室的门竟然被打开了一条缝，外面的夜风吹进来，带着湿冷的气息。他看向挂钟，时间赫然显示为凌晨3点3分。翌日清晨，阿贤顶着一夜未眠的疲惫，匆匆找到庙里的老庙，祝阿文伯将昨晚发生的离奇事件一五一十地讲述出来。阿文伯听后眉头紧锁，久久没有开口，最后叹了口气，看来他真的还没走。阿贤一愣，你是说庙里真的有东西？阿文伯点点头，语气低沉：10几年前，有一位信徒叫阿明，是个忠实的妈祖信徒，他每年都会参加绕境，风雨无阻。但有一年，绕境途中经过一条河时，他不小心失足落水，虽然被救上岸，但没撑过那一晚就走了。自那以后，庙里就常常传出钟声，尤其是在绕境前夕。那他想干什么？阿贤追问，心中一阵寒意。没人知道，但有人猜测，他是想完成生前未尽的心愿，跟随妈祖绕境。阿文伯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但他的魂魄似乎困在了钟楼里，一直无法解脱。阿贤听后更加不安，决定再去钟楼查看。他拿着手电筒和香火，走进了昨晚让他毛骨悚然的地方。这次他仔细检查了钟楼的每一个角落，终于在钟摆的底座附近发现了一个被灰尘覆盖的小盒子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发现里面是一块已经发黄的护身符，护身符上刻着阿明2个字，盒子里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一群绕境的信徒，站在最前面的正是一个笑容灿烂的年轻人。阿贤的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，仿佛看到了阿明生前的虔诚与热忱。他带着护身符回到庙祝室，和阿文伯商量对策。当晚，阿贤再次值夜，心中虽然有些不安，但因为护身符的发现，他隐约觉得自己离真相更近了一步。然而，午夜的钟声又一次响起，这次更加急促，仿佛带着某种迫切的情绪。阿贤闭上眼，试图静下心来聆听钟声的含义。就在这时，他再次陷入梦境。梦中，阿贤看到阿明站在庙庭中，目光炯炯地望着妈祖的神像，嘴里喃喃道：请带我随行。他的身影渐渐消散，
只剩下钟楼中摇曳的烛光和不断回荡的钟声。阿贤醒来时，发现护身符正静静地躺在桌上，散发出一丝微弱的光芒。第二天，一位年长的信徒来到庙里，提到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中，他看到一个浑身湿透的男子站在钟楼下，对他说：“帮我完成心愿。”这一定和阿明有关。阿贤和阿文伯意识到，阿明的灵魂或许并没有恶意，他只是被困在庙中，无法完成绕境的愿望。就在阿贤和阿文伯商量对策的同时，庙中另一位信徒阿福也遭遇了一件离奇的事情。阿福是一位虔诚的妈祖信徒，因家中有难事，特意在绕境前一晚来庙里还愿。他在妈祖神像前跪拜，双手合十，口中低声祈祷。然而，当他闭上眼睛专注祈求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男声：“带我走。”阿福猛地睁开眼，发现四周空无一人，但那声音却依旧在耳边回荡。他的手心开始冒汗，后背一阵发凉。就在这时，他感到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，他惊恐地回头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。然而，地上却出现了一串湿漉漉的脚印，从神像前延伸到庙庭深处，直通钟楼的方向。阿福吓得连连后退，试图跑出庙宇，但在转身的一瞬间，他脚下一滑，重重摔倒在地。他抬头一看，发现地面上竟然浮现出一行模糊的字迹：“完成我的心愿。”阿福仓皇离开后，阿贤得知了这件事，决定查看庙内的监控录像。他调出了昨晚的录像，仔细检查阿福祈祷时的画面。录像中，阿福跪拜在神像前，四周一片平静。然而，当他回头查看时，镜头中却隐约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，站在钟楼的入口处，似乎在注视着阿福。阿贤将录像暂停，放大画面，发现那道身影的轮廓和照片中的阿明非常相似，果然是他。阿贤喃喃自语，心中一阵复杂的情绪。他不再犹豫，决定帮助阿明完成他的心愿。就在阿贤准备行动的前一晚，护身符再一次发生了异动。他将护身符放在桌上，正准备休息时，护身符突然发出微弱的光芒，并散发出一阵轻微的震动。阿贤伸手拿起护身符，发现它的表面变得温热，仿佛传递着某种信息。他将护身符紧握在手中，闭上眼睛，耳边再次响起熟悉的低语声：“带我走。”这一次，声音比之前更加清晰，仿佛带着一丝恳求与期盼。阿贤睁开眼，坚定地说道：“阿明，我会帮你。”阿贤和阿文伯商议后，决定将护身符放入绕境的妈祖神教中。他们相信，只有让阿明的灵魂随妈祖绕境，才能帮助他脱离困境，获得真正的解脱。然而，在正式行动前，庙内的气氛变得愈发诡异。香案前的烛火无缘无故熄灭，香炉中的香灰飘散在空中，隐约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轮廓，像是阿明的身影。阿贤感到一阵寒意，但他深知这是阿明的最后请求。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低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。”绕境的夜晚如期而至，庙宇内外热闹非凡，信徒们聚集在一起，手持香火，为妈祖送行。然而，阿贤的内心却异常紧张。他小心翼翼地将护身符放入妈祖神像下方的神教中，确保没有人察觉到这一特殊安排。随着绕境队伍缓缓启程，庙内的钟声再次响起。这一次，钟声清晰而有力，仿佛带着某种庄严的召唤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信徒们纷纷驻足，抬头望向钟楼，低声议论着这不寻常的现象。妈祖显灵了，有人喃喃自语。阿贤站在队伍中，紧紧跟随神教。他能感觉到护身符似乎在微微震动，仿佛回应着钟声的节奏。绕境队伍穿过城镇，沿途信徒们跪拜迎接，祈求庇佑。然而，随着队伍的前进，周围的气氛逐渐变得诡异。首先是沿途的灯笼无风自动，发出微弱的摇晃声，紧接着香火的烟雾在空中盘旋，隐约形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那人影似乎在低头跟随神教前行。阿贤心头一紧，他看向身旁的阿文伯，发现对方的脸色也变得苍白。“别停下！”
继续走。阿文伯低声提醒，似乎感受到了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环绕着队伍。队伍来到一处小桥时，突然刮起一阵阴冷的风，吹得所有人的衣衫猎猎作响。就在此时，神教内的妈祖神像竟然微微晃动了一下，仿佛在回应什么。紧接着，一阵低沉的哭声从队伍的后方传来，声音断断续续，仿佛在哀求。阿贤转头望去，发现哭声的来源是一名年轻的信徒，他面色苍白，手指颤抖地指向神教，口中喃喃道：他在教里。众人被这一幕吓得不知所措，纷纷退后几步。阿文伯连忙上前安抚众人：别慌，妈祖正在庇佑我们，所有的异象都是吉兆。尽管如此，阿贤却知道这一切都和护身符有关。他低声说道：阿明，你的愿望快要实现了。坚持住，绕境队伍继续前行。但阿贤发现护身符的震动越来越强烈，甚至散发出一股微弱的光芒。他悄悄掀开神教的帘子，看到护身符上竟然浮现出一行字：谢谢。阿贤的眼眶微微湿润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，仿佛阿明的灵魂正在逐渐得到解脱。然而就在这一刻，护身符突然碎裂成无数光点，融入了神像之中。与此同时，钟声再次响起，这一次他的声音清脆悠扬，带着一种祥和的韵律。所有人都停下脚步，抬头望向夜空，发现天空中隐约浮现出一道人影，向着远方的天际缓缓消散。绕境结束后，阿贤和阿文伯将神教抬回庙中。阿贤跪在妈祖神像前，默默祈祷。他知道阿明的灵魂已经得到了救赎，再也不会徘徊在钟楼中。从那天起，庙内的钟声再也没有无故响起，而钟楼内的水渍和异象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几天后，阿贤在整理庙内的物品时，无意间翻到了一张旧报纸，报纸上记载着一件关于阿明的往事。他生前其实并非意外落水，而是为了救一名落水的孩童才失足身亡。阿贤看着报纸，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敬意。他将报纸折好，放在妈祖神像前，轻声说道：阿明，你是个英雄，愿你在另一个世界安息。然而就在他转身离开时，庙庭深处似乎传来一声低语：谢谢。事件平息后的几天，庙里的气氛恢复了平静。阿贤以为一切已经结束，但一个深夜，他却再次做了一个诡异的梦。梦中，他站在庙庭中，四周被浓雾笼罩，耳边传来熟悉的钟声。这一次，钟声不再清脆，而是断断续续，仿佛带着某种警示。他循着钟声走向钟楼，发现钟楼的门再次敞开，里面隐约传出低语声。阿贤壮着胆子走进去，看见阿明的身影站在钟摆下，面色平静，却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他。你还没走吗？阿贤试探性地问道。阿明缓缓摇头，低声说道：我的愿望实现了，但还有另一个秘密，埋藏在钟楼深处。话音未落，阿明的身影渐渐消散，钟楼内的钟声戛然而止。阿贤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躺在值班室的椅子上，额头渗出冷汗。第二天，阿贤将梦境告诉了阿文伯，两人决定再次进入钟楼探查。阿贤心中隐隐觉得，阿明的灵魂之所以迟迟不肯离去，或许和这秘密有关。他们仔细检查钟楼的每一个角落，终于在钟摆的后方发现了一块松动的墙砖。阿贤用力撬开砖块，露出一个隐蔽的小隔间，隔间里放着一个破旧的木箱，箱子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尘，似乎已经多年无人问津。阿贤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，发现里面是一叠泛黄的信件和一张泛旧的地图。信件的内容让阿贤和阿文伯大吃一惊，那些信件是阿明生前写给庙主的。信中提到他在绕境途中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古老的石碑，上面刻着关于庙宇建立的秘密。石碑的内容显示，这座庙宇的钟楼原本是一个封印之地，用来镇压某种不祥的存在。而阿明的落水事件并非单纯的意外，而是因为他触碰了石碑后，某种力量试图引导他前往封印之地。难道钟楼的异象不只是阿明的灵魂在作祟？阿贤的声音因恐惧而颤抖。阿文伯眉头紧锁，
或许阿明的灵魂一直试图警告我们，封印可能已经松动了。信件中附带的地图标注了石碑的位置，地点就在庙后的一片荒地里。阿贤和阿文伯决定按照地图的指引前往查看究竟。当他们到达荒地时，发现石碑已经被杂草覆盖，几乎看不清上面的文字。阿文伯点燃香火，跪在石碑前，低声祈祷，希望得到妈祖的庇佑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开始轻微震动，石碑表面浮现出一行模糊的字迹，封印松动，祸起钟楼。阿贤和阿文伯意识到，钟楼中的封印可能已经无法维持，而阿明的灵魂或许是因为察觉到这点，才会迟迟不肯离去。他的愿望并不仅仅是绕境，而是希望有人能够完成他未尽的使命，修复封印，防止更大的灾难降临。阿贤看着石碑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知道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阿贤和阿文伯回到庙中，心中依然萦绕着石碑上的字句：封印松动，祸起钟楼。他们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个警告，而是一个即将爆发的危机。庙内的气氛变得愈加压抑，香火依然旺盛，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沉重感。阿贤注意到，钟楼上的钟似乎在无风的情况下微微晃动，发出低沉的响声。我们必须做点什么。阿贤的声音低沉而坚定。如果这个封印真的松动，整个庙宇都可能陷入灾难。阿文伯叹了口气，这座庙自建立以来，便肩负着镇压某种邪恶的使命。若封印失效，祸患难以想象。我们必须找到办法重新加固封印。根据信件中的线索，阿贤和阿文伯了解到，重新加固封印需要进行一项古老的仪式。这项仪式需要在特定的时刻、特定的地点，借助妈祖的神力来重新封锁钟楼中的恶灵。仪式的关键是神明之力和真心的祈愿，而这一切必须由庙内的信徒共同完成。阿贤和阿文伯决定召集庙中的信徒，准备在午夜时分进行这项仪式。然而，随着仪式的临近，庙内的异常现象愈加频繁。信徒们在祈祷时时常感到一阵寒气袭来，香火也变得时常熄灭。更有一些信徒声称，在神像前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，仿佛有某种邪恶的力量在窥视着他们。午夜时分，阿贤和阿文伯带领着一群信徒站在庙前，准备开始仪式。阿贤手持香火，嘴里默念着祷文，阿文伯则在一旁指引信徒们按阵列站位。仪式的第一步是点燃庙中的神灯，这象征着神明的庇佑。然而，当阿贤点燃神灯的一瞬间，庙内的钟声突然响起，声音急促而沉重，仿佛在回应什么。信徒们的脸色变得苍白，有人忍不住低声哭泣，有人开始颤抖。阿贤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继续，大家保持阵型，别停。然而，钟声越来越急促，庙内的空气仿佛变得凝重无比。就在此时，阿贤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钟楼方向传来，仿佛有某种不可见的存在正在逼近。突然，庙中的钟楼大门猛地打开，一阵阴风吹进庙内，吹灭了神灯，香火也随之熄灭。信徒们纷纷后退，恐惧的目光投向钟楼。阿贤和阿文伯立刻意识到，封印已经彻底松动，钟楼中的恶灵终于觉醒了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钟楼内的钟摆开始疯狂摆动，钟声变得更加恐怖，仿佛有无数的鬼魂在其中嘶吼。就在这时，阿贤看到一道模糊的身影从钟楼内浮现出来，那是阿明的身影。他的面容扭曲，眼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怒。你们迟了。阿明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仿佛来自地狱。我无法再承受这份束缚。随着阿明的身影逐渐清晰，庙内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寒冷。信徒们开始尖叫，纷纷逃离庙宇。然而，有些人却无法动弹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在原地。阿贤和阿文伯不顾一切，冲向钟楼，试图阻止恶灵的降临。阿贤拿出从石碑上得到的地图，按图索骥，找到封印的核心位置。我们必须用妈祖的神力来重新封印它。阿贤大喊道。阿文伯点点头，带着一股决绝的力量，跪在神像前，开始默念古老的咒语。与此同时，阿贤站在钟楼前，
紧握着护身符，向阿明的灵魂喊道：阿明，放下仇恨，释放你自己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阿明的身影越来越清晰，他张开双臂，似乎准备释放出一种无法抵挡的力量。钟声变得更加疯狂，庙宇的地面开始震动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撕裂。就在这一刻，阿贤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一幅画面：阿明生前为救他人而死，死后被困在钟楼，无法超生。他的愤怒并非针对人类，而是对自己未完成的使命的执着。阿贤意识到，阿明并非邪恶的存在，他只是无法放下自己的执念。于是他大声喊道：阿明，你的愿望已经实现，你可以走了，放下这一切。随着阿贤的呼喊，护身符发出耀眼的光芒，钟楼中的恶灵开始扭曲，阿明的身影逐渐消散。与此同时，阿文伯的咒语越来越强烈，庙中的香火再次点燃，神灯重新亮起，最终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钟声停止了，庙宇恢复了平静。阿贤和阿文伯跌坐在地，满身冷汗，心跳剧烈。第二天，庙宇的气氛恢复了平静，信徒们再次聚集在庙中，向妈祖祈求庇佑。阿贤站在庙前，望着清晨的阳光洒在钟楼上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安宁。他知道，阿明的灵魂终于得到了真正的解脱，而庙宇也重新恢复了它原本的平静与神圣。然而，阿贤心中依然有一个未解的疑问：钟楼中究竟封印了什么？那个恶灵到底是什么？这座庙宇的真正历史是否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？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。